扬州刺史陈叔良，敢背天堂，图谋不轨，赐令自缢。天火把古树烧着了！寒窗如苦数十载，提笔为项入高门呐。3年了，我终于又可以出来走动了。怀英，来，快看，这便是我大唐盛世。虽已入夜，但是这里灯火通明，游人如织。这每时每刻都像是家前盛宴一样。走。哎，我听说前2天的赛诗大会特别精彩，这各地5岳诗人的魁首啊，都来到我们长安了。有我最喜欢的那个大唐第一舞妓玉兰姑娘，还有那个曹安，我也特别喜欢。她的歌声啊，那远胜于长安的108方。最后啊，这个赛诗大会。是蓬莱的藤侃，他夺魁了。藤侃，我知道他，他不是个武将吗？嗨，别看他是个武将，2位郎君，他现在诗啊写得特别好，就连皇后还有金上都对他的诗赞不绝口。哎，这儿不错。哎2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我们就想喝杯酒，今日包场。恕不接待。我们就想喝杯酒，然后我们走，换个地方喝。哎，你别拉我呀！我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怀英，我告诉你，等我做了大官，我们也包下这儿。到时候我骑最好的马，喝最好的酒，我们点最好的武技，我一定要考中进士科。怀英，看什么呢？怀英，哎，郎君，怀英，你慢点，找什么呢你2位郎君，可是要听曲儿啊！哎，好啊好啊，你们这儿有那个歌舞伎有什不有？哎，怀英，你到底找什么呀？不知2位郎君有何贵干？我想见见方才唱曲儿的那位娘子。无人唱曲啊？我分明听到有人在唱滨州小调啊。今日殿歇，恕不接待。啊，你是不是瞧不起人？怎么你们都这样呢？干什么呢？没事，没事。小桃，哎，快请2位郎君进来。是，那2位郎君请吧。哎，怀英，走啊！啊，走吧，走。长安绝唱，连皇后都赏过的歌妓啊！怀英，你可好眼光啊2位郎君，今日殿休，护院仆从都不在，我们不营业。啊，无妨，我只想见一见刚才唱歌之人。现在居舍楼上下只有我们几人，郎君定是听错了。可我刚才分明听到有人在唱滨州小调啊。无人唱歌。哎呀，无人唱歌就无人唱歌，我们是来喝酒的，给我们上酒就行了啊！上酒，上酒，上酒。坐，怀英，坐。来人，上酒。这酒怎么这个颜色？大仙，这酒咱喝得起？哎，淡喝无妨。来，怀英，我敬你
来，今天咱们一醉方休。你慢点喝，葡萄酒后劲大。怎么怕我醉啊？这喝酒不就是为了醉吗？哎，这平日里呢，我就爱喝一口，但是当着魏师的面儿，我就不敢了。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魏师啊。魏师还那么爱教训人吗？哎，他现在啊，魏师现在可看大用啊！他现在正奉圣人皇后之命，在贞观氏族制的基础上编写姓氏录。姓氏录共收纳245姓，287家，这分为9等。这5品以上的官员全部被纳入，皇后的4家被列为第1等。还有兵卒，兵卒是以军功升5品以上的官者才可以被纳入，其他那些无功士卒全部靠后。如此一来，这天下的秩序怕是要变。那自然要变啊！那些勋贵旧族，比如长孙太尉，他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说不定哪天啊就出什么乱子了。哎呀，这酒真不错啊！今天啊，我要多喝几杯。什么味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大金，魏师有何吩咐？好好考。弟子定不辜负恩师教诲。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白英啊，哎。尝尝我的酒。平日里啊，这个时候我早就喝没了，可是今天没带进考场，倒是把它给留下来了。怎么这么轻啊？漏了？不可能！怎么？什么时候漏的？哦，在国子监。一定是那帮师童给弄的。可惜了我这好酒啊！苦，怎么这么苦？哦，哦，黄连，前几日备考，有些牙痛，我就吃了点黄连，真是晦气。缉拿嫌犯，入户搜查。快快快！快门开门！这边，快点，打开！开一下！这干什么呀？怎么样？关呀！快开门！这边，这边开门！跟上！开！走！快！这边，开门！走！雅欣，是我。阿紫，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再等等，现在外面全是在搜查你的金吾卫。我出去看一下，你把门锁好啊。今天咱们俩一定要喝个痛快！哎，哎，去哪儿？
哎，别走啊！郎君这是要去何处？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刚才咱说好了，1壶酒就走。我那个朋友啊，他喝多了，莫怪他。无妨，郎君，不碍事的。那是有个暗门吧？通往何处啊？郎君定是看错了，哪有什么门啊？酒来了，郎君还是接着喝吧。啊！郎君这是喝多了吧？你这酒不行啊！我一会儿给你备份醒酒汤。月记主事。暗门。快点签字画押。这押我画不了。这上面写着：“菊水楼之火，属天谴之灾。”可菊水楼是楼内起火，楼外边可没着啊，这怎么能说是天火呢？好，那你说，这火从何处而来呀？我要是说不出，这火就是你放的。火是从何而来？需要勘察现场，需要找到起火点、起火物。现在查都没查，无凭无据，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呢？你大胆！本官当然有凭据，9人8命，唯独只有你活着，不是你，难道是我？若真是我起心动念想要作案，我又怎么可能让我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呢？你们这些乌七八糟出身的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来人，给我打，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是，住手！查看。下官有失远迎，您请。为师，狄仁杰是昔日左丞狄知训之公子，并非你所说什么乌七八糟之人。况且他说的也没错，若是他犯案，
定不会留下如此狼藉。狄仁杰也曾经是我的学生，我信得过他的为人，也信得过他的智力。尉迟，属下官一时逞口舌之快，来人，将人犯移至后衙问话。是。没事，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了。尉迟，军曹回报，这现场已经焦黑，毫无踪迹可寻。仵作还在查验尸体，这案子毫无线索，到底从何查起呢？尉迟，我没有纵火，居水楼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愿查实，自证清白。你查1旬之内，若不能破案，我顶罪。你要是怕我逃了，大可以将我的画像传至各城门守备处。画像有什么用啊？现在这贼人都会易容。尉迟，着实不是下官不愿相助，只是这不合规制啊。尉迟，贺大兴是您的笔将、爱徒，他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愿让他枉死，求您助我。这样吧，我有个办法。这玄铁坚不可摧，没有钥匙断不可能打开。以此为凭证，就算他易容作假，只要通知城门守卫，他也逃不出长安城。我会让他住在我府中，严加看管，有我作保。这样你可以放心了。每日有证，务必回县衙禀报当日状况。他本来要以暴雷天火结案，你又何苦给自己找麻烦？人的罪不能怨天。你若查不出来呢？只要是人为的，就会留下线索，我就能查出真相。你要小心行事，查出什么及时告知我，我也好助你。多谢尉迟。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不是又被雷给劈了？和那棵梧桐树一样啊！为何只有他体肤完好？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是被呛死的。哎，你们怎么进来了？这别乱动啊！我跟你聊聊。哎，你干嘛？来，我跟你说，你别动！啊，魏千万别乱动！是魏氏。哦，魏大学士。哦，知道魏大学士。这把钥匙是宫中之物。
精致的娘子啊！上车！这第3波，精卫这么急，宫里肯定出大事儿。宫里能出什么事儿啊？去查一查，这东西的主人就应该知道。这从何查起啊？看流金走线，朱砂描红，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东市有一间香料铺子叫锦苑阁，西域沪上最好的香料，都会优先供应那里。查一查，买这些香料的究竟是何人？哎，公子，你去哪儿啊？走吧，去东市。这是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住了吗？那是有个暗门吧？通往何处啊？郎君定是看错了，哪有什么门呢？雅欣，雅欣着火了，快出来！雅欣！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是被呛死的。雅欣，快开门呐！快点开门！啊！阿紫，阿紫，你开门！阿紫，开门！阿紫。曲水楼里为何藏着一名宫女呢？
果然是游过西域的人，见多识广，真让人羡慕。不像我啊，每天窝在这个国子监里，终日灰头土脸的，抄不完的公文，写不完的文章。这些年，要不是卫士的照拂，我恐怕连糊口都难。哎呀，别喝了，喝酒误事儿，喝酒误事儿。我喝酒从来没误过事儿。那天是有人在我的酒里下了药。哎呀，这个都是结束啊！哎，世界上现在人人自危，都说这是天谴。什么天谴？你说，皇后喜欢的梧桐被雷劈了，她喜欢的妓馆又被雷劈了，着火了。哎，你说这不是天谴是什么？居水楼不是因为雷电击中才起的火。你什么都不说，那我不是得到市井上去听这些传言吗？不是天谴。你跟家主一样，惜字如金。哎，卫士，你可知贺大金有什么喜好？这几日，我总是能梦到他，可是，在梦中，又总是看不清他的容貌。他自小在我身边长大，可近来我才发觉，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好喝酒，酒壶随身带，好写诗。这平日里呢，我就爱喝一口，但是当着卫士的面我可不敢。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卫士啊。这些我全都不知晓。他自小怯懦，一向谨言慎行，在我跟前10多年来，从不敢大声言语，而我对他又多是批评和挑剔居多。卫士节，斯人已逝，我现在担心的是你2日已过，火从何处起？可有眉目？居水楼内易燃物太多，起火点不好找。扬州刺史陈竹良，5年前陈竹良因为反对李后，被贬官山南到扬州。前几日，正是他被奉印矫诏强行侦杀。也正因为此事，才翻出了奉印失窃之事。可是5月11日，正是菊水楼案子的第2日。这跟菊水楼案子有关吗？有。当晚，有人到过菊水楼，他知道会起火，锁了大门，不让人进出。我没死，纯属侥幸。是什么人要杀你们？不是想杀我们，他要杀的是掌印宫女雅欣。雅欣坚守自盗封印，失宠之后被人灭口。据万年县报，居水楼管事儿的乐伎是雅欣的同乡，牵连了这么多人，都是因为雅欣。这些你是否向万年县令汇报？还没有，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没有证据。但居水楼一案和奉印仪式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放火的恐怕就是偷印之人，是皇后的敌人。你看了那么多杂报，怎么还不明白？皇后改心，触犯了太多人。我就是想说，这扬州的杂报内容不实，
我不信，真的有农人会抵制改新。皇后的科举改新，改掉的是门阀的垄断；农事改新，不再追究脱籍的流民之罪，还让他们就近落户，安排田产，民有所耕，地有所长。这是我这些年来四处游历，亲眼所见。亲眼所见，难道就是真吗？皇后封印一事，所有常科考试试卷全部封存，不予批改。现在昭文馆内忙乱成一团，支持皇后的和反对皇后的两派混战。我素来与政治无缘，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但我告诉你，在长安城内，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他们面目狰狞，根本无需掩藏，各怀各的心事，且都位居高位。长安城不是你我的，是他们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毛病，走一路偷一路的。这怎么能叫偷啊？我这是顺手拿的。你说你顺手拿就不拿点值钱的，你拿这堆破烂它有何用？这叫留个念想。反了！哎呀，干嘛去？公子在吗？公子不在。我找公子去。公子不在。有的事儿就是要趁他不在的时候做。洪管家，啊，正好我正找你呢。这是我亲手做的碧螺，甜口的、咸口的都有，你尝尝。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啊。有事就这说啊！你这个小脑瓜子转来转去的，没事你献殷勤，哼，这东西我可不能吃。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公子，比如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人吗？哎呀，公子是父母早亡。那他没有兄弟姐妹了？没有，他是独子。那他真可怜，跟我一样是个孤儿。公子啊，虽然他现在啊只剩下一个人，但是他也是官家出身，跟现在表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人。这跟什么出身有什么关系啊？这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直是独自一人的话，总会觉得孤单的。您是不是在担心他破不了这个案子？哎呀，我不是担心他破不了案子，我是担心他的安危。洪管家，你放心吧，日后我们兄妹二人会和您一样，护他周全。你回来了，来尝尝我亲手做的碧螺。我不饿。来，你多少尝尝啊！哎，这就是你想了解的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手段的皮绳，或是人为的，而后又从外面用皮绳锁紧了逃生之门。这绝不是天火，
绝不是。万年县教育处农舍，昨夜被天火所焚，报案人称有4人惨死火海。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快去传仵作！禀明府，仵作前日突然发病，满脸红斑，喷嚏不止，高病在家。哎呀，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啊？让我试试吧。啊？我略懂医理。干吧啊！哎。看出什么来了？这4具皆是男尸，掌心有老茧，虎口也有。他们都是被烧死的。我用你说？是啊。不对，火起之前，他们就已经死了。他的口腔中没有粉尘。我进火场里看。啊？哎，你这，哎呀，跟上！是。我也进火场看看。这都烧成什么样了？能有什么线索？哎呀，让咱查就查吧。哎，发现什么东西了？凶案现场发现任何物品，必须要交给官。怎么回事？嗨，不就是一堆死残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去那边看看。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残呢？哎，你干嘛？我取些残，再查一查。查什么呀？啊！来人，把这些尸首和这儿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快把这儿收拾一下。等等。明府，再让我查一查吧，我一定能够查出点什么来的。查什么呀？啊！这案子涉及宫中，不归我管。你要查，你就去找那个刑部尚书啊，对吧？明府，再让我查一查吧。今日已经是第4日了。哎呀，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呀！还没看明白吗？这案子你查不了。神仙打架呢！哎呀，热死我了！赶紧的，收了。哎呀，回去歇着了啊！收了，快点！是。哎，慢点，当心啊！有收获。跟前面，慢。好嘞。那万年县令说，偏偏是这些残，是啥意思呀？武后效仿长孙皇后行清残礼，遵照传统礼法，要清明、清养、清骚。
长安附近哪有人养蚕的？所以那些蚕，恐怕都是金蚕里留下来的。分散到农舍之后，彰显皇后顾及天下苍生之美德。所以这就是个普通农舍呀。是农舍，但也许并不普通。那里边那些人，恐怕也不是普通的农人。啥意思啊？尸体上肯定有线索，问题是，我无权查验尸体。我走不动了，咱们就这么走回长安，得走到啥时候去啊？我吉人自有天相。刚好3匹，咱们1人1匹。不对，4匹。不对，这马可不像是野马。这些马我见过。他们是羽林军。公子，咱为啥要查羽林军的出京记录啊？那几个羽林军出宫的第2日，扬州刺史陈珠良就被强行镇杀了。去宣旨的正是羽林军。从长安到扬州，快马加鞭，半日可至。那4个人就是假传旨意的凶手，被灭口了。矫诏是兴师问罪的由头。从居士楼开始，所有人的死都跟封印有关。这羽林军可是皇家的兵啊，谁呀胆子这么大，连羽林军都敢杀？查吧。海兽不到文，记住他的样子，分开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物件。那我去那边。我那边。Bir-birisidan chiroyli, bir-birisidan pokis. Shundan maslahatlar. 老板，这上面是画的个海兽吗？是。哎，他从哪儿来的？你能给我讲讲他的来历吗？ Bu Beshten gap, bu güzel Kaşgar'dan, Jirak okyanlardan, Jirak yerlerden. Beshten gap, Beshten gap. 停，你不用再说了。当我没人。欢迎。Yomon qizib ketdi bozor. Uzoq olgan mo'shli qizmi bilan. Bozorda bari bor ekan mo'sh. Ol deysinmi, sen deysinmi? 哎，朋友，你是栓家军？我，这是栓家军皮道上特有的装饰。当年太宗皇帝打败薛安托汗国，栓家军可是立了大功，这个城市春通大造。现在可是难得州，恐怕只有大将康怀文的部署才配得起。康怀恩，这名字我听过。他是个叛将，对吗？是呢，没有阳光，就连我们求死人都知道太宗皇帝毕生，他却投靠了薛安托部。哎，你这个东西卖不卖？
我可以给你这个书。哎呀，少喝点吧，啊，喝口水。你说这个天火桩桩件件都跟皇后有关，实际上大家都在说，凡是支持皇后的，都会遭到天谴和天火所烧。你说这是真是假呀？都是政敌作乱。这案子看似简单，其实疑点重重。就比如说这个，跟当年远征薛延陀韩国的玄甲军康怀恩旧部有何关系？哎，我说，要不然咱写牛字吧，别写马了，羊也行。不是，这马字儿太难写了。你说你何苦了？你就直接告诉公子你不识字不就得了？我告诉谁都行，我不能告诉他。我警告你啊，你也不许说。塞面子活受罪。说你这写了一上午了，你这个还凑合。哎，你这纸哪儿来的？咋了？我按奴库里顺手拿的。你不是不识字吗？你怎么会拿这个？这多好看啊！我留个念想。欧子，我们有重大发现，意外收获，康之仪的案牍。从哪来的？荣妹她，我就料定你会需要，所以我特意找他。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残舍的人是康之仪杀的，居水楼呢？那晚，我确实在平冈坊见过他的马。那不对啊，这康之仪是皇后的人，他怎么会做对皇后不利的事儿呢？也许是有人要他这么做。当年，姨父因叛乱被处以极刑，而后因人作保，家属得以活命。再后来，他又因人保荐而得以入宫，为长孙卿行走羽林军校尉。康之仪，长孙卿，看见什么了？没什么。这案子还有一点。魏师，怀英，找我何事？我已查明真相了。是谁？是皇后的护卫康之仪，是他投到了凤印，制作矫诏，命羽林军强行镇杀陈柱良，然后又纵火烧死了长义公于雅欣以及那4个假传旨意的羽林军。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康之仪自皇后进宫开始，就一直在她身边做护卫，深得皇后信任。按说凤印失踪，怎么都不该怀疑到他。可我却查到，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当年将康氏一族保下，免于诛灭9族的人是长孙卿，
永徽元年，先皇驾崩，康之仪回到长安，做保让他进入金吾卫的人也是长孙卿。所以你怀疑是长孙指使他的？长孙卿是皇后最大的政敌，他有理由栽赃皇后。居水楼案发当晚，康之仪就在平康坊密会长孙卿。二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今日报成，恕不接待。所以，时间、地点、动机，他康之仪都有，一定是他。那你打算如何？上报刑部大理寺，要求3司会审，为皇后证明。就凭你的这些证言，大理寺是不会理会。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长孙卿已经联合司空徐元，还有左仆射孙志宁一同上书晋上。废后，这是早晚的事情。但皇后也有许敬宗等一干臣子力保啊，他们倒是可以斗一斗。不过，长孙卿是3朝元老，顾命大臣皇亲国戚，大唐勋贵势力的最高首领。当武派大数人为他马首是瞻，他就像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你砍不动的。大树参天，可若是从内部窥探，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一样可以将其砍倒。你让我想起了狄志勋，你父亲和我师出同门，颇有些交情。怀英，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万年县令和刑部那边，我会尽全力去斡旋。再查下去，不光是你、洪亮，还有那一对跟班的兄妹，都会受到牵连。皇宫里的争斗，远比你我想象的要焦灼。怀英，一切都是运数，你斗不过的。你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根据证据的事啊，我是啊，这是长孙的，大婶，长孙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吗？什么？哎呦，让开！让开！太尉，要顾及身体呀！还请太尉上马。今日祭祀国拜完毕，你便一言不发，就这样一路负重而行，让我们于心何忍呐？是啊，太尉，您不要再走了。这皇后无事失德，致使上天震怒，殃及长安百姓。这与您何干呐？与我何干？这天火伤及我长安百姓甚重，我作为一国之太尉，你说与我何干？天制有序，有序有理，长幼尊卑。我以为这是天地伦常，可我面对破坏伦常之政令，没有权力阻拦；面对破坏秩序之人，没有权力绞杀，这才惹怒了天意，招来天谴。我长孙卿对不起这天下百姓，我有罪。太尉，
方才见我大唐国柏依旧枝叶茂盛，我深感愧对高祖太宗2位先帝所托。今日我要将这国柏之业交与今上，并督促他严惩忤逆之人。明日我入青龙寺闭关1月，护佑国柏，捐2万贯香烛，日夜长明，为我大唐子民祈福，消除天火，永享太平。没用的，天火还会再降临的。火为离卦，主卦、克卦皆是5，说明天火至少会有5次。那下次天火什么时候来啊？火为至阳，为日相所吸引，3日必生变。自上一次天火烧毁了残舍之后，已经过去了12个时辰，也就是说，2日之后，天火必将降临。那这一次会落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跟皇后有关啊？当然，天火第1次烧掉的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第2次天火引燃了皇后嘉奖过的祭班，第3次天火烧掉的是替他养蚕的农人。那么下一次，魏氏现在奉皇后之命，在贞观氏族制的基础上编写姓氏录，皇后的私家被列为第1等，长孙太尉，这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姓氏录，这是皇后近年来最大的政举，天下的秩序必然重置。若天火讨厌天下皆心，那么他便会冲此而来。多少人？对呀，是啊。若是天火不再作怪，如何？那就说明根本就没有天火，一切皆是人为，皆是为了嫁祸给皇后罢了。谁这么大胆，敢说实话呀？这是啊，对呀，这家伙是啊，谁有这么大的话对我呢？而且谁有这个？此子是谁啊？狄之训之子，狄仁杰。是啊，对呀，谁有这么大的话对我呢？一会儿出发之后啊，你们都听我指挥，我们统一行动。我们出去以后，不要都走一条路，啊，我们分头行动。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奔兰陵坊，明白吗？明白了。为师赎罪。你何罪之有？我故意激怒长孙卿，让您和学子们陷入险境，就是要让他康之意主动出击，露出马脚，这样我才有可能人赃俱获，揭露他们的阴谋。你留一座空宅做诱饵，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这是激将之法？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若是不能够彻底扳倒黄河，便是功亏一篑。我赌他们会铤而走险的。
你想让他们去兰陵坊？是。据我所知，狄斋就在兰陵坊。没有人还会记得一个戴罪之人。被遗忘的地方最安全，我会亲自护您前往的。我不想去了。我留下来。为师，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生死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想留下来亲眼看一看天火。这太冒险了，为师。怀英，不要再劝说了。人呐，终究是逃不出命运的。如果能有一次机会见识一下操纵命运者的真容，值了。我定会护你周全。这是鱼龙剑，铸剑师3指所造的羽龙剑。啊。我乔泰若命中注定死于刀剑之下，我宁愿血洒此剑。明晚，在为师家中，就靠你我来共同守护了。就咱俩。我虽老矣，但还能战。洪管家，你这管用啊！再狡猾的狐狸也有被夹住的时候。你说公子如何知道今天晚上会有雷暴啊？我知道，我就知道，信他就对了。来，公子，怎么样？差不多了，红叔还在那忙活呢。哎，门，哎，晚上就留着。哦，懂了。乔代，那天康之仪的案牍，你们是怎么找着的？没找，马蓉顺手拿回来的。巧了，巧了，可不巧了吗？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有些东西就在你眼前，你却看不到；有些东西你能看到，是因为有人想让你看到。哎，那是看到了，是没看到？
可以搞办。谭氏，难道巨水楼放火另有其人？怎么这么轻啊？够了。我素来与政治无缘，一把年纪只想躲得清静。但我告诉你，在长安城内，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我已查明真相了。是谁？怀英，有事吗？关于案子，有一点我始终没想明白。什么？康之仪在居水楼杀人放火，造天谴假象。他已经捆住了大门，不想再留活口，可为什么偏偏我活了下来？何解？因为放火的人根本就不是康之仪，对吗？那是谁呢？起火的根本原因是何大金随身携带了酒壶内的碳石自燃，而那碳石是你放入到何大金的酒壶里的，对吗？其实你很了解他，你知道他习惯将酒壶带在身边。科考当日，你把碳石装入到他的酒壶之中，因为酒液浸泡，碳石不会立刻燃烧。你精心算计过，你还在酒壶的底部钻了一个小孔。大约2到3个时辰之后，酒流干，碳石便会让贺大金在考场之上自燃。你破坏科举的目的就达到了。你没有算到的是，今年的科举增设了监察，酒壶不再被允许带入考场。为了防止贺大金提前喝完壶中的酒，你还在酒壶嘴上抹了黄连。所以直到我们到了居水楼，你的天火才着了起来。机关算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贺大金是我的门徒，又是我的笔将，我是为什么要害他？子曰：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此言差矣。夫女子，纵然骄纵，男子待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海涵其性，称为君子乎？今上对女性的包容，在你眼中，却成了阴阳倒错的懦弱。若不是我偶然看到的太子所作文章上你的朱批，我也实在揣测不出你的动机。你对武后的恨，不亚于长孙卿吧？不，他还有立场的牵绊，还有你死我亡的顾忌。仅仅因为她是女子，你的恨比长孙卿更甚。你有什么证据3考之后，你一直尾随着我们到了曲水楼。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你们用来捆缚书简的皮绳。卫士，我真的没想到，居然是你。人算不如天算，贪食性不稳，我实在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燃烧，但我想过了，若是在考场内，有10分作用；若是在考场外，也有5、6成。但我万没想到，它居然会在腰后的老巢燃烧，作用100成，连老天都在帮我。你为何要逆天而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可曾有考虑过他分毫？你的天火成了，然后给马下毒，在马灯上做文章。这云铁脚铐是你推荐给万年县令的，灭了我的口，也推给长孙卿。哎呀，你很聪明，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妖女在这么一场大的阴谋，日后大唐若是在她手中，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你年轻气盛，一心成事，但心就意味着变，意味着乱，意味着断头流血，意味着剑拔弩张。怀英，你不怕吗？公平、繁荣，这是我看到的改新的结果。就算害怕，也值得一试。卫士，回头吧。我说过，人终究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你就算查出了我，又能怎样？只要反对妖后的人不灭，天火就不会熄灭。早晚有一天，我会烧死他。
醒了，太兄，醒了。哎呀，你可算是醒了。我睡了多久？3年。别听他瞎说，你昏睡了整整3天。你到底伤哪儿了？饿不饿？喝羊汤去。我说，你醒了，你们先下去吧。昨日啊，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对他进行3司会审。康之义招供说是长孙清指使他盗取的凤印，在他准备杀雅欣之前，有人捷足先登，所以他就仿照同样的作案手法，杀了4名前来掐传圣诏的御林军士兵，想坐实天火杀人，走陷皇后，达到废后的目的。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长孙清矢口否认，说是康之仪陷害他。金上令人通查了长孙府，也没找到凤印，捉贼无赃是大忌。长孙清又是皇亲国戚，所以金上直到今日对长孙清也没什么定论。他现在人在哪儿？他一直在青龙寺内。就算是他知道长孙府被通查，也没出来。所以今日金上和皇后要一起去青龙寺，当面对质，兴师问罪。圣人，臣等愿力保长孙太尉清白，请圣人为长孙大人做主啊！圣人不可以小人之言冤枉太尉呀！望圣人明察，还太尉清白。这皇后与圣人本是一家，何来争权之说呀？孙太尉对朝廷忠心不二，他绝对不会做这等下作之事啊！诸位，都起来吧。圣上莫急，我去和舅父聊聊。有劳梓潼了。好一派虔诚的模样。据说长孙清专门定制了2万贯钱的蜡烛，用于祈福。2万贯钱呢，够征战突厥的将士们数月的军饷了。这蜡烛每日这样长明，又能供他再烧多少时？自我登上后位以来，就触犯了长孙清之流的利益。他曾多番拉拢康之仪，想让我腹背受敌。月初还不惜引雷电烧毁梧桐，制造舆论诋毁我。如果我不出手，我会死，这条新路也会死。万幸老天爷相助，让我有了你。来，陪我赌上一局。5黑约卢。2白3黑约萧。世情之徒的把戏，这些头子里面有千分。有些事情看似是命运使然，实则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动了手脚。只要你足够聪明，看透了，你便可以加入他们，主宰旁人的命运。顶礼祈福，研习佛法，
这都需要心诚所致。若只为一己私欲，就不要玷污这清净之地了。舅父教训的是，此次祈福能和舅父一起研习佛法，媚娘荣幸。舅父，媚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既开口，又何必遮遮掩掩？媚娘不明，这本是我们自家家事，舅父何必弄得满城皆知？天罡伦常胜于天，若不让这天下人评判，岂不是有失公理？让天下人评判，舅父所言甚是，媚娘记下了。皇后，此时已到。舅父，就真的没有余地了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安心做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不好吗？哼！康将军，属下在。我的蜡烛是否已经送入青龙寺？皇后放心，我已亲自送入。好，现在只剩最后一击，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击，不能让他有任何回还之力。原来凤仪真的在长孙太尉手中。太尉他，这可如何是好？凤仪怎么会在这儿？凤仪在此。好手段！你这母僚，天必诛之！印根本就没丢。印与名分一样，都是虚妄之物。可那虚妄之物背后的权力，是真实的。雅欣就算当晚没死，第二天，他也会主动现身，被金吾卫抓住，将盗印之事和盘托出，从而将康将军和长孙太尉勾结一事揭露出来。明白了。雅欣死后，您又命康之仪让司民假传旨意杀死陈竹良的羽林军，再残舍自尽，然后再烧了残舍，故意做出天谴之象，好让长孙太尉加以利用，演出了后来一出出煽动民意的戏码，自掘了坟墓。皇后，10几条人命，前赴后继的去死，值得？值得与否，你我说了都不算。要问天下百姓，皇后母仪天下。长孙卿和他背后的那群朝臣，沆瀣一气，腐朽不堪。他们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大唐的敌人。
你来仔细辨认一下，这物证还缺些什么？哎呀，魏师德，把证物拿下去吧。是。已扔到乱葬岗了，家中已经遍数超卖，幸好他没什么亲眷，否则都得株连。你我是同门，我好意提醒你啊，你若是想走仕途，日后休要再提魏无极啊！怀英啊，这是当年家主亲自量身定做的。你现在的身材跟他差不多了，我想这个你一定能穿。我穿它干啥？虽然你把郭子健的电视通知扔掉了，我还是可以找到的。我去郭子健查过了，你虽然不是进士科，但是进入了殿试名单。你知道吧？以前做官10年，也许都进不了皇宫，而今日你还能见到皇后，我想这是他故意安排的。他跟你一样，都是喜欢跟命运抗争的人。你年轻气盛，违心成事，但心意味着变，意味着乱，意味着断头流血，意味着剑拔弩张。怀英，你不怕吗？起！学子入座。皇后拟题，唯心一字。殿试耗时2个时辰，考生要专心答题，不得交头接耳、胡乱走动。殿试开始。改心，视其目的，合其手段，持新政日下，每因法以便民，民赖法以安。你知道改对于百姓的益处，你对心的认识比我更为透彻。天庆4年，首科殿试。第1甲第1名，兰陵张悦；第1甲第2名，长安宋景；第1甲第3名，山东。哎呀，有我！我中了！不对呀，我没找到嫡字儿啊！不能吧？公子还不得做个一官半职的？我中
中了！我中了！我中了！他中了！你认识狄仁杰吗？他中了吗？这是进士考榜榜，狄仁杰只考了明经，上这儿来找什么呀？啥意思啊？就是说他做官也做不大。走走走，我去给他喝酒。走。啥意思啊？走，喝羊汤去。没累的是你吗？没考上。狄仁杰，我派你去海域边陲，匡扶正义。记住，我要的是铁面无私的官吏，而你还未找到心中的方向。沉下心来，多加历练，也许有一天能真为我所用。哎呀，榜上无名，这不算什么啊。说话。就是嘛，要是不想考，咱就不考了。对，或者明年我们陪你一起考。洪亮，我任命你为我的参军。马荣、交代，从今往后，你二人就是我的随护了。随护。洪叔，我即将上任蓬莱县令。怀英，去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狄仁杰，去帮我找到他，找到真相。你明白吗？